飞，把钥匙归还到公共处。请坐。所有人集合，快！来，我们大家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达克尔做的案子。什么时候的？这个照片好像很久远的样子。这是一张老照片，被害人薛大林，男，41岁，时任本市公安副局长。我去，公安局长？不是副局长？那也挺厉害的，杀副局长开玩笑呢。酷啊！被害人死于家中，致命伤在脖颈处，因失血过多而死。2002年，12年前，那么早就有达克了12年前，这么算来，达可是个大叔啊。我喜欢。笔迹非常接近。相关线索表明，这张字条是案发前2天随一张通知单寄到死者家中的。这起案件当时被定为418案，当时也成立了专案组，但后来就是不了了之了呗。这么大的案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不但是我，丁局也是昨天才知道。他去部里开会，一位老领导授权后，才让他开启了这批卷宗。12年前，消息全部被封锁，包括公安系统内部。418案件不只是死了1名副局长那么简单，还有其他的遇害者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组长，你说的遇害者在哪？这儿，还有这里。这是城郊的一处废弃仓库。2002年4月18日，也就是薛大林遇害的当天下午，仓库发生了一起爆炸，随后引起了现场化学原料的猛烈燃烧，造成2人死亡，1人重伤。经调查，2名死者是警校的在校人员。袁志邦，警官学校刑侦专业教师。他曾经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是另一名死者孟云，警官学校犯罪心理学专业，98级学员。或者我可以直接的说，当年的这名死者是罗非的女朋友。
到这封信时，是否已经知道了相关的信息？毫不知情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？我认为当时的情况不值得报警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，罗非他不知道上午的凶案，所以当他收到通知单的时候，他不用大惊小怪，而且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封恐吓信或者是恶作剧。好，你接着说。我不断拨打孟云的电话，大概拨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接通了。我听到了孟云的声音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和袁志邦在一起。孟云的语气非常焦急，他告诉我，和袁志邦只不过是普通师生的关系。孟云为什么会去找袁志邦呢？同样一张通知单，关系更加亲近的你，只是在屋里等着你，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一个女人的直觉，她能意识到危险，再或者，她知道袁志邦在哪儿，而我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报警？我不知道，孟云怎么知道袁志邦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问他？这是最基本的一点。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问这个问题，而且据我掌握的资料，孟云和罗非通话的时候，定时炸弹还有3分钟就要引爆，是这样的。我们通话的时间非常有限，所有的通话内容都围绕着如何拆弹。是个什么样的炸弹？我没有见过炸弹，但你手里边的资料里应该有爆炸案详细的情况。当时我只能从孟云的描述中大概了解炸弹的情况。据说袁志邦被锁铐在仓库的铁架上，炸弹则和手铐连接在一起，且砸开手铐或者移除炸弹都有触发爆炸的危险。这种炸弹只能拆除。你懂拆弹的知识吗？我在警校里边上过排弹的选修课，但不精通。我已经打开了炸弹的外壳，现在只要剪断计时排查线就可以排除。炸弹上有尾线。炸弹上有2根线，一条红色，一条蓝色，其他的线都密集地插在线路板上。没有工具，我无法做出准确的排查。如果捡到了尾线，就等于提前引爆了炸弹。成功和失败概率各有50%啊，简直是赌命。如果是我更喜欢红色，你呢？快告诉我，哪根线，红色还是蓝色？快告诉我！我不知道。快告诉我，求求你，快没时间了。你问他也没有用，这2根线谁也看不出来。罗非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是哪根线？时间只剩不到1分钟了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连炸弹都没有看到过。没时间了，孟云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走。罗非，你快告诉我，红色还是蓝色？你快告诉我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为我祈祷吧，我只好随便选一个了。3、2。等等，快说，到底是哪根？红色还是蓝色？红色还是蓝色？没时间了。红色，红色捡红色，红色。红色的。
根据案件记载，当时是你遥控孟云进行拆弹，按照你的指点，孟云剪断了那根红色的引线，导致爆炸。是我判断错误。你根据什么认为那根红色的引线是真正的计时线？直觉。多少事实一再证明，男生的直觉是不靠谱的。那后来呢？418爆炸案，爆炸的准确时间为，爆炸的震感波及方圆200米的范围，而爆炸的声音则传出去5公里左右。由于爆炸地点存放着大量的化学物品，所以爆炸导致现场大火。孟云和袁志邦当场死亡，另有1名无辜者被大火波及，重伤坠危。无辜者？爆炸现场还有其他人吗？档案里是这么记载的。不过他是偶然到达爆炸现场的拾荒者，虽然他幸存下来，但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罗非，你知道达克12年前所制造的这起案件，而且你也经历了这起案件。你来到专案组这么久，为什么不说？12年前这个案子都毫无头绪，12年后我说这个案子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和达克接触的比我们都早，我和达克毫无接触，但你知道他的存在，你早就知道，比我们早了12年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想说。你这是对专案组不负责任！我对专案组负责的方式就是亲手抓到达克，至于我怎么破案，与你无关。罗非，你不要跟我嚷嚷！现在提醒你2点：第一，我们是为了抓捕达克才走到专案组的，所有跟达克有关的案件，我不希望任何人给我隐瞒。第二，你和418案件有连带关系，我考虑将你调离专案组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没有权利告诉我，在抓到达克之前，你休想让我离开专案组。好，那我现在以专案组组长的身份告诉你，你被停职了。
我能相信你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看罗非的事儿？他确实隐瞒了12年前的案子，但是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难道你不觉得罗非他有可能？不可能。或许，罗非和 Darker 是有一定的交集，也不排除他们2个人认识，但是罗非绝不可能是 Darker。我并没有说罗非有嫌疑。那你为什么要让他停职？我不希望我的组员有太多秘密，而且是跟案件有关的秘密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你跟罗非的关系还不错吧？我们的关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我知道，你想让我调查罗非，不是调查，是了解。说的好听一点罢了。我接受。我也想知道，12年前的案子到底和罗非有没有关系。左荣华，哎，干嘛？我能相信你吗？那得分什么事儿？罗非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挺意外的，没想到他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我有一个疑问，我有很多疑问。你的疑问都12年了，我的疑问是新鲜的。当初孟云为什么会相信你的判断呢？他不会拆弹。你懂？你是拆弹专家。就算孟云不懂，他自己选择，他也有1半赢的概率。可是他凭什么会把这个选择交给根本不在现场的你呢？我说过，他不会拆弹。如果换作是我，在当时那个情况，我一定会自己选，不会让别人替我选的。所以我的疑问是，孟云凭什么那么相信你啊？他都已经这么痛苦了，你何必还要这样问他呢？阿姨，你就不好奇？你这么有好奇心，为什么不去学心理学呢？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呢，罗非当年的选择属于一种应激反应。对于这样的反应，往往当事人事后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无法解释。一切选择都源于本能，性格决定的本能。好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跟没说一样。理论上讲，你现在更想要独自思考，可是以你现在这样的状态，独自思考的效率会很差很差的。这个我同意。不如明天我们去吃个饭，聊一聊，八卦一下。好，我请客。
调查达克尔几个月了，通知单上的人全都是罪有应得的，除了严明玉。虽然我是达克尔脑残粉，但错了就是错了。你要说什么？薛大林和袁志邦，他们两个人有罪吗？薛大林有没有罪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法知道，因为他当时是公安局的副局长，我只是一个警校的小小的学员。至于袁志邦，通知单上的内容，你们可以认为是真实的。玩弄女性，抛弃怀孕受害人致其自杀，那袁志邦该死啊！达克尔没啥错啊。袁志邦当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，而且他又是公安局的行政顾问，所以有很多学生很崇拜他。但他的确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招惹女孩子。达克尔应该给他阉了。案发的前一段时间，袁志邦曾经和一个行政管理专业的女孩子谈过恋爱。那个女孩子叫白菲菲，长得很漂亮。袁志邦跟我说，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，并且白菲菲为他打过胎。也是在案发之前，袁志邦就和白菲菲分了手。为什么？网恋，他喜欢上了网络上的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还给他发过照片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说袁志邦出事儿那天就是为了出去见网友。是的。那就是说，案发那一天最后一个见到袁志邦的人是那个网友。那个网友根本就不存在，专案组的人去查过那个女孩子的照片，也找到了那个女孩子，但是他根本就不认识袁志邦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冒充了那个女孩子，和袁志邦网恋。那这个人就是达克尔，他把袁志邦给骗出来了。不过就这个案件来说，我觉得达克尔做了一件让人很痛快的事情。没错，袁志邦就是该死，达克尔没有杀罪。罪不至死吧？袁志邦是我的老师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虽然他平时喜欢招惹女孩子，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。我们往下干嘛？去找黄少平。黄少平又是谁？12年前，我一直不知道418大案里边还有一个幸存的目击者。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他。原来大叔也有不知道的事。薛定，我想借用一下你的车。你自己的车呢？我被停职了，所以现在专案组的车没法用。行吧，那我开车送你去。谢谢，一会儿见。你都已经停职了，怎么把档案拿出来？偷出来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谢谢啊，回头请你吃饭。你那请吃饭根本就不靠谱。你看前面，开车吧。7处骨折，全身75%的重度烧伤。这个人能活下来是个奇迹。真是可怜。如果你经历了一场600度以上的火灾，你的皮肤也会变成这样的。不管你用多贵的护肤品，都会变成像他这样的怪物。这就是生命的公平。12年了，人怎么过来的？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别人害怕他，他也害怕见到别人，就像影子一样。他肯定在想，自己每天的生活会走向怎样一个终点。阿姨，你这段台词好矫情啊！同意。哎，快点儿，连信号了没有？
谁？找谁？警察。罗非。我们这次来，是想问问您12年前那种爆炸案的事情。爆炸？我不想再回忆当天的那件事情。大叔，你是害怕了吗？怕。大叔，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可怕的吗？这件事情事关几条人命，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，而且在爆炸中死去的那2个人也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真心希望能从你口中得到真相。请你仔细回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。好吧，12年前，我刚来咱市城，我只能捡破烂儿。当时我住在工厂门口的水泥罐里。爆炸那天，他们来到工厂，我就想跟过去看看。为什么要跟过去？那是一个废弃的工厂，一男一女在里面。我会往那儿想。也就是因为那么一点点的邪念，差点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去。笔录上说，你一共看到过3个人走进那个化工厂。是3个人，2男1女。只不过，第一个进去的男人，在他离开之后，那个女人才进去。你还记得当时的时间吗？从来到离开？我说不出来，我没有手表。我只是记得，第一个男人进去半个小时左右，第2个男人跟着也进去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第一个男人出来了，最后那个女的也进去了。第2个男人应该就是袁志邦，后面应该就是孟云。那第一个极有可能就是大可。我当时偷偷溜进了仓库，我没敢走太深，一直在门口往里看。喂，我已经打开了，一根红线，一根蓝线，到底捡哪根啊？没时间了，你快点告诉我，到底是红线还是蓝线呀？到底捡哪根？你快点说呀！喂，孟云，快，到底是红线还是蓝线呢？喂，你听到吗？红线还是蓝线啊？我记得，后来的那个男人被绑在铁架上，那个女的站在他旁边，他们2个当时很惊慌。那个男人一直在催促那个女的走，好像他自己走不了。后来，我看见那个女人在用手机通话，好像在说什么红线还是蓝线。这些我们都知道，请你说后边的情形。后来，那个女的好像知道怎么做了，应该是手机里的那个人告诉她的。她拿起剪刀，剪了下去，然后就砰，爆炸了。你记着他的样子、动作、表情，你一直都在看着他，是吗？你是说那个女的吗？
是。没错，我一直在看着他。说起来有点怪，那个女的开始一直很害怕，可到最后，她突然站起来，好像一点都不怕了。我虽然看不见她的样子，但是我能感觉到她一直在笑。她站起来的时候是那样的美，就是从背影我也能看得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屋里有点闷，我出去透口气。我也要出去。等一等。什么？天很冷，我想换件毛裤，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手脚残废得很厉害，毛裤就在那个箱子里。你们仨都是来调查我的吗？当然。刚才你问我话的时候，短头发的那个女的根本就没有看我，她一直在观察你，观察你的一举一动。那起案件发生以后，有很多警察来找过我，我太了解你们了。其实，那个女的不是来调查我的，她要调查的是你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愿意帮助我。我知道自己这个鬼样子，这个世界上愿意帮助我的人已经太少了。你会听从别人的建议吗？如果那个时候你是孟云，你是听自己的判断，还是听别人的建议？我会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听你的？你都说了自己毫无把握，为什么他听了你的建议之后那么放心？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盲目的信任？换作是我，除非那颗炸弹是你安的，要不然我不会这么信任你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黄二平活得很可怜，很累。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。你注意到墙上的日历了吗？他每天都在看日历，他并不是在熬日子，他像我们一样在过他自己的生活，并且对他有所期待。我觉得他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绝望。哎，真把我当趴活了，快走吧。对。罗飞，你是以总分第1的成绩从警校毕业的，毕业之前已经在市局里实习了，毕业之后你没有去当警察去教书了，
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因为418案件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无法支撑自己成为一名警察，所以，当达克尔的通知单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你就主动提出要来到专案组。第一，你想要破获这起案子；第二，其实你更想知道1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有一点你推断错了，我不知道达克尔的通知单会再次出现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专案组吗？我很想知道。我来这儿的2天前收到了这封信，8102，是我在警校里边的学号。这是达克给你的，那他一定知道你收到这个就肯定会来的。我猜想，他是想让你参与整个游戏。也许吧。为什么要你参与？达克一定认识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底是谁这么希望你加入？我比你更想知道。组长，我在门口发现这个，这是谁的舌头？赶快拿去给梁一检查。飞哥，飞哥，我昨天晚上发现根舌头。什么舌头？人舌头，泡在福尔马林里边，特别恶心。算了，现在跟我说这个没什么意思。哎，我已经被停职了。我得麻烦你一下，帮我把小鱼照顾好。哎，飞哥，他不懂鱼，我懂，交给我了。谢谢。你也得帮我个忙。跟公事有关吗？完全是私事。飞哥，我想你是懂我的。我平时很低调的，年纪不大，但是在泡妞的道路上，也已经驰骋很多年了。我一直想找到自己的真爱，突然，它出现了。我写了一些东西，想大声的念出来，可是我普通话不是很好。我希望你能像对穆剑云那样，教我一下前后鼻音和逻辑重音。谢谢。前后鼻音和逻辑重音，音，很好。爱情就像是在托尔巴拉德的一场冒险，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，我都愿意守护着你，厮守一生。是厮守一生，不要念成一生。即便只是你的朋友，可是我想成为那个比朋友更亲近的人。亲近，不要念成亲近。不想最后连朋友都不是。就这么点儿。我虽然不是很懂泡妞，但我知道，你这段话读给任何一个女孩，她们都不会搭理你的。有活人在吗？你找哪个活人？我就找你。有什么事？昨天晚上那个舌头里面藏了把钥匙，还挺有创意的。喏，你还是把它交给组长吧。你的东西我干嘛给他呀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一把机场电子储物柜的钥匙，我查过了，你的名字、你的身份证登记的。
谢谢。爱情就像是在托尔巴拉德的一场冒险，赢了也好，输了也好，我都愿意守护着你，厮守一生。你觉得你了解罗非吗？有时候自以为了解另外一个人，其实一切都是水中望月，雾里看花。你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走了。别，我好好说，好吧？我有个新发现，我查了整整一夜，发现418案的2张通知单，并不是达克特第一次出现。什么意思？在418案发生之前的半年里，在罗非的警校里就曾经。
反应慢了一点，他只要往里一碰上，你就应该发现。好，反应微妙。一碰上，我那边接。找谁？非常可惜，全过程非常好。上面那个。你去哪里？我去拿词儿。浩哥，我刚刚那一番行我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半个小时左右。后来的那个男人蹲在地上，对不起。Sorry。等会儿谁放屁？这个学生去找老师讨说法。我就在那个箱子里，哪个？我也不知道。在哪儿，蘑菇？是谁在等待坠落花开？哭泣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对不起，没找着兜。来，我知道，12年一个梦，梦总会醒来，看，是谁在等待？来，哭泣跨过了生命，死亡化成了尘埃。有谁在等待？真不咱趴活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好不过来。其实这俩人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看他，我觉得是从我背后吧。没人解释。太难看是吧？哈哈哈哈。